我们继续聊前列腺癌。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前列腺癌的临床表现，也就是前列腺癌的症状。这个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一个人有问题的话，有病啊，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些临床表现，所以他就想，了解一些前列腺癌的临床表现，然后呢，从而早点发现前列腺癌。其实这个呢观点是不正确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癌和很多恶性肿瘤一样，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临床表现的，等有临床表现呢，往往都是一些中晚期了。所以我们要想早点发现前列腺癌啊，还是要依靠体检，也就是说前列腺癌的筛查，比如说 PSA、直肠指诊啊、前列腺的超声或者核磁等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才能够早期的发现前列腺癌。那前列腺癌的症状呢？也是主要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原发部位的症状。这是一个前列腺，那么前列腺上面呢，它是接的是膀胱，然后这个膀胱这个尿道呢从前列腺里面穿过，是吧？那如果说前列腺上长了一个肿瘤，那这个肿瘤如果不大的话，它是不是没有临床症状呀？不痛不痒的，是吧？随着这个肿瘤的体积的增大呢，它如果说侵犯了尿道或者压迫了尿道，那么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如果严重的话，它会产生这个急性尿阻流。如果肿瘤有破溃的话，或者导致一些出血的话，它会有血尿的产生。那这个呢，就是前列腺癌原发肿瘤的症状，它和前列腺增生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也是前列腺的体积的增大，也会压迫尿道，产生一系列类似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个症状呢来区分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还有呢，这两个病它有比较巧的就是多发年龄段呢也是有重叠的。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都是老年人多发所以如果说老年人出现这种排尿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区分它是前列腺癌还是前列腺增生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如果说之前没有做过检查的话，最好去医院做一个筛查。一个是 PSA， 因为前列腺增生的PSA 一般不会太高，而前列腺癌的 PSA 呢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直肠指诊，因为前列腺增生它只是单纯的增生，所以手指摸上去呢，它是一个正常的质感如果说是前列腺癌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节或者质地会有变化所以这是关于它的原发肿瘤的症状。那关于原发肿瘤的症状呢，正好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我接诊的一个患者那这个患者呢，他的父亲呢，就是查出来是前列腺癌，而且查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有了骨转移。那么在2年之前呢，他父亲好像是做过一次 PSA 的检查当时这个 PSA 数值呢是12那个医生就跟他说说这个老年人出现前列腺增生很正常，PSA 高呢也没关系，然后就没有接着往下查。那直到今天呢，他查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骨转移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不能单纯凭症状来去评判了因为我们就是指南上写的很明确不管是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是这个其他的，你只要 PSA 超过10呢，都是应该穿刺活检的当然了，我们这个肯定是要排除一些急性前列腺炎排除了急性前列腺炎之后一些非常明显的症状之后，你去做检测 PSA 如果说大于10，肯定是要做活检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检查和治疗的时机那么第二个就是它转移的症状。那前列腺癌其实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就是骨头所以说这个肿瘤一旦转移到骨头上面之后呢，它会产生像疼痛，比如说骨痛、腰痛还有这个髋骨的疼痛。转移到什么部位，那什么部位周围就会产生一些疼痛的症状。还有呢，可能会有一些病理性的骨折因为这个肿瘤转移到骨头上以后呢，会改变这个骨质导致骨质呢更容易发生骨折。而这个骨折呢往往可能受轻微的伤就会触发，比如说可能下个楼梯，或者轻轻的摔了一跤哪怕起床这种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骨折。那这种呢就属于病理性的骨折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这个肿瘤压迫了脊柱这个我们知道这是脊柱，脊柱上是有一些神经的，是吧那压迫了这些脊柱神经，它也会产生压迫的一些症状就有点类似于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孔狭窄的一些症状。所以很多老年人这个症状呢，跟老年人的症状也是重合的。因为有些人呢，他腰痛他就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椎间盘突出复发了或者我呢就是一个腰肌劳损，他就忽视了这个问题等他这个严重的时候，一去查，发现原来是一个前列腺癌。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患者，有部分患者他的前列腺癌的首发症状呢就是骨痛就是骨痛。所以这两个症状呢没有一个它的先后顺序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一定要有原发症状很明显了才会有转移症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出现异常的临床表现呢是转移的症状比如说骨痛，然后他来医院去查，发现是一个前列腺癌。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如果说家里有老年人的话，如果说他排尿不好男性排尿不好，那之前呢他从来没有做过检查，那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先带他去查一下，做一个前列腺癌的筛查，然后呢再去给他进行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治疗别一开始就是肯定它一定是一个前列腺增生，所以这个不要忽视。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出现腰痛骨痛，那么最近如果说没有做过检查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过检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小心，还是去医院去拍个片子看一下然后就是排除是不是一些病理性的骨折。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讨论，谢谢。